踩完，它反应是的确很快的。还会自动升档吗？会，不到6000转。100。希望这一次不会太迟了。Toyota Corolla Cross 在我身后面呢，这是一个 CBU 版本。当年 Corolla Cross 进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它是从泰国进口的，然后现在呢就应该没有卖了啦。现在都是卖 CKD 本地组装的。现在有2种选择啦，你有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还有 Hybrid 的这个选择。但是来到我身后面这个呢，是一个单单纯纯的1.8公升自然进气引擎。当时只有推出2个 spec， 一个是 1.8G， 一个是 1.8V。在我身后面这个就是 Toyota Corolla Cross 1.8V 最高配的哈。本期视频非常感谢车主奇艺，你好。好，早上好，非常感谢你今天借我这辆车，希望这次不会太迟了。这辆车应该受到很多人关注咯，在很多 YouTube 啊，你都看到很多 YouTuber 进 review 这辆车了。所以这次我们就用第一人称视角来看一下这辆车有什么。你这辆车刚刚买了多久？去年11月中这样子拿到车。你的 mileage 啊，现在大概走了多少？14000多。那我们去看看这辆车啦 ，Let's go。老实说啊，当时 Corolla Cross 推出的时候呢，我没有太关注这辆车，它的价钱多少，或者是它是什么配置，我真的是没有在看呢。讲真的，老实讲啦，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前脸，没有错。但是后尾的话呢，这个角度看可以，但是如果你从后面这里看的时候，我个人没有太喜欢。说真的，这个见仁见智啦。它的价钱呢，你可以买到Toyota Corolla Altis， 就是我之前有试驾过的啦，那辆车也是让我非常满意，操控也非常满意的车。只是说动力有点不足。那这辆车呢，你就想象它是一个Toyota Altis就好了，然后把那个车身弄高，然后后面就从 WH 换成了 Torsion Beam Cut Cost 啊。CBU 的时候卖2个 spec 吗？最高 spec 就是我身前面这辆咯，它是卖这134,000左右。我觉得哇，这个价钱很便宜嘞。它虽然是说接近 C segment 的 SUV， 但是它直接竞争对手就是 HRV 啦、CX-30 啦等等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价钱真的是无敌了。你可以买到一个 ACC 跟车系统都有啦，还有 Power Boot 之外呢，你可以用 Kickstart。用脚踢一踢，它就会把电动尾门打开了。其实Toyota的质量呢，不用多说，虽然这些都是 plastic 有吧，但是它用的材质的 quality 还是不错的哈。这里还有一个遮阳板，你可以把它关起来，这是很多 SUV 一定有的。还有一个备胎在这儿啊，还有一些工具哈，在这里。440公升的尾箱空间，它其实比 HRV 大了一个3公升左右，然后还可以做64仪背倾倒啊。外形来讲呢，我应该也不用多说了啦，其实大家都看了很多啊。电动尾门关的有点慢了，其实后面有一个排气管啦。这辆车如果你是买到 1.8V spec 呢，它就会配上了 Michelin Primacy 4的轮胎，250R18寸，后面有一个 Singapore 的刹车卡钳。前面这里呢也是一样，250R18寸 Singapore 的刹车卡钳原装，大概一个拳头、一根手指的高度。离地界面161mm左右，还会比之前那一道 CHR 呢来的高一点点。其实基本上它的底盘呢跟 CHR 是一模一样的。CHR 呢后面是 WH-1， 这个是一个 Torsion Beam 啦，它有无钥匙进入、无钥匙启动。只要你一锁门了之后呢，Side Mirror 就会自动收叠。它有 Touch Sensor， 看到吧？软质塑胶、皮革，这些按键老实讲就比较廉价了一点点啦。但是4个门都有自动上下哈，Auto。8向的电动座椅哈，但是就少了一个 Memory Seat， 这里就可以打开尾门、引擎盖，自动远光灯啊，调节头灯的高低啊。这辆车非常可惜哈，我就以为它是一个 Electronic Parking Brake， 因为在马来西亚原来 cut cost 了，就换上了这个 Full Brake， 跟旧款的 Camry 用这是一样的哈，就比较可惜啦。但是 Hybrid 好像是换上了电子手刹吧。说进来这里呢，方向盘跟这个中控啊，相信大家在我的 Toyota Corolla Altis 介绍的影片呢都看过了，其实我不用多说，这些 button 啊。全部 quality 一样的哈，是不错啦，只是少了那个滴滴滴的声音，少了一个 pedal shift， 但是有 manual mode。哦，
这次的 CPU 版本呢，从泰国进口啊，就少了一个全液晶仪表盘，但是在 CKD 之后呢，我是看到 High Spec 有啦 ，Hybrid 也有啦。我在照片上看呢，我就觉得很廉价，我都觉得不好看。但是真正用肉眼看的话呢，是啦，这一块就很像什么 Avanza 什么的。但是在左边这一块，我觉得很满意，很好看。这里就还有一个小小的液晶仪表显示，这些还有一些设置啊，你可以开关那些安全系统啊、油耗啊，这些其实跟全液晶仪表盘的这个操作应该大概都是一样的，只是说一个大一个小，所以这个就不介绍太多。然后有 Auto Headlamp， 一键响3下 ，Fog Lamp、Rear Fog Lamp， 还有就是开高灯。这里还有一个 Wireless Charging， 它里面有特地做了一个塑料哈，挡着你的手机就不会滑来滑去啦哈。防滑系统关闭，按99了之后，它就会把自动碰撞系统关闭啊，防滑系统关闭啊哈。然后就没有任何的按键在这边。Toyota Altis 的话就会有一个电子手刹啦，在这个就没有啦。我就说了，换成了脚刹。这有一个手扶箱，可调整式的哈。没有 Auto Dim Rear View Mirror Cut Cost， 没有白色的 LED Cut Cost， 没有白色的 LED Cut Cost， 顶部都是黑色的耶。这张椅子舒服，腰部支撑 OK， 椅垫发泡棉都是偏软的，所以在加长途对我来说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这辆车的高度让我想起了我在 X50的上面哈，上下车都很方便。不会太高，不会太低，我觉得刚刚好。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大概剩下一个拳头的位置，头部空间大概多过2个拳头，所以在后面这里都完全没有太大压迫感。我个人是没有试驾过 CHR， 但是我就坐在 CHR 的后面 ，CHR 的后面呢就哇那个窗口很小啊，就觉得很有压迫感。但是来到 Cross 的身上完全没有问题，很舒服。它跟 Corolla Altis 的唯一一个地方不一样就是它会在这里做了一个置杯架，自动上下，看到吗？然后就是让你的手可以很舒服的放在这里啦，还有一个中央扶手啊，后面还有一个冷气出风口，下面呢还有2个 USB 插槽。如果你觉得这个坐姿不满意哈，其实还可以做以调整的哈。它的发泡棉会偏硬一点点，偏欧系的味道，但是还是可以啦，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里面的。刚刚我已经提到椅背可以做64倾倒嘛，对吧？你还可以做，看到吗？你还可以放直一点，或者放躺一点点。这一块呢，在C segment都会看到的，比如说 Honda Civic 啊那些，它的好就是它会特地做厚了一点点，你的身体就不会那么容易动到这个塑料啊，所以舒适上面会有很大的提升。它不像 Civic 直接是接着的哈，所以你很大机会都是会碰到这个塑料。哦，原来后面这里有灯了，忘记讲。现在很多车的雾灯都是一边而已哈，它不会装边处。当然这2颗 LED 哦，我在中午看的时候，哇，都这么亮了。你说晚上开的话，真的是给人家骂死哦。传统灯泡 LED 的尾灯，后面还写着 Corolla Cross。这个上下车真的是太方便了吧！乘客这一方面呢，就没有电动调节椅子，你可以用手动来调，非常舒服啊，看得很宽大，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压迫感。我个人认为最喜欢就是这一副窗啦，它就是会有一个小小的窗在这里，你的视野的话会看到比较多。这个我就真的不太多说了，我在Toyota Corolla Altis已经讲过这一个了，但是因为奇艺说他不太喜欢看到这一块东西，所以他就买了一个 plastic 盖着它，然后你就可以放东西在这边，厉害吧 ？Shopee is the best。那你这个不要问我哪里买啊，已经给你知道了啊，自己可以去找，所以不要再问我啊，有没有给link那些啊？给你筷子会不会吃饭？这个灯老实说，我个人非常喜欢 Bi LED Projector Headlamp， 自带高灯还有自动高灯 ，LED 的方向灯，所以这整套我都个人很满意。所以我为什么觉得它前脸漂亮？很大部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车头灯，车头灯就是一个车的神，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人的眼睛长得漂不漂亮也是很重要，对吧？这样子。这个前面的标志呢，它就是一个嘟滴的，代表它是有 ACC 自动跟车，还有自动刹车系统。Toyota Safety Sense 这个我也不讲太多，等一下我有机会的话也去试一下的 ACC 跟车啊。但是它没有像我之前 Toyota Altis 那个可以 Stop and Go， 就是说塞车的时候也可以用。如果是没有错的话 ，CKD 之后就有了。哇，很重。
还是跟 Toyota Altis 一样，为何它不给一个引擎盖？不到10万块的 Toyota Vios 都有，Toyota Camry 也是有，但是为什么在这个中间价钱你就少了一个嘞？当然，这副引擎跟 Toyota Corolla Altis 呢用着同一副引擎，代号为 2ZRFE 的1.8公升自然进气4缸引擎，也是跟 Altis 一样的动力数据，139匹马力，还有172牛顿米。这172牛顿米需要在4000转的时候才会爆发，所以没有太大的惊喜，就是这样。配上一副 CVT 无段变速箱哈，可以模拟7速，其实跟 Toyota Altis 一模一样啊，很骚，你知道吗？有些汽车制造厂呢，它就会把 side mirror 放在这边，形成了一个 L shape， 所以这辆车看起来比较 sporty， 比较运动化一点。如果是在这里出来的话呢，就比较普通了。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是最好看的，尤其是在这个角度上看下去哦，觉得很帅气，有没有？This handle is good。所以我们上路试驾。我一上来这辆车的时候，我就找电子手刹在哪里哈，原来是脚刹。没有记忆告诉我的话，讲真的哈，我还以为这个车是一个电子手刹，因为我们习惯性的嘛，我就以为跟Toyota Altis一样咯，结果不是哈。但是我一上来的时候啊，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样，我感觉到它的起步还是比Altis来的更轻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到不是一个比它重啊、比较大辆的车啊这样子哦，所以可能调教上面做得非常的好，这个方向盘也是非常轻，我觉得这个适合女人驾，如果是女人买的话，真的是蛮好开的。你看起步非常轻快哈，然后没有什么 driving mode 啊，都没有是不是？没有 power mode， 没有 sport mode， 没有什么哈。它不像今天你加的什么 Elza 啦哈，会有那个power mode 啦，在方向盘这边可以去按啊等等的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因为买这辆车的人，我相信不会太过去 aggressive 的这个 driving。当然这辆车比较可惜啦，前面是麦花臣，后面就是一个扭力梁 torsion beam。如果你有驾过Toyota Altis的话呢，后面是一个 double wishbone， 我觉得 double wishbone 真的是。在这个时代来讲哦 ，C segment 很少会看到，通常都是 cut cost 啊，去multi link 啊，所以我觉得有一点可惜一点。那当然还用这一个称号为什么 TNGA-C 啊，我们等一下真正要体验到 TNGA-C 的话呢，就是真的要把它开上山，你才知道它到底这个 TNGA-C 到底好不好。这辆车有 manual mode， 还是一样的。我都讲哦，跟Altis一样的动力数据，一样的引擎，一样的压箱，所以你看它的反应是非常快的。然后它们有什么 free play， 你们注意看啊！我现在锁在 M2 2号牙哈。当然这辆车我知道是没有牙，但是它有一个模拟7速嘛。你看我现在3000转2号牙，我放油，它也是锁着的嘞，我在踩。OK， 我再做个实验啊！我现在放4号是，我在踩，打油。就算我踩完，是不是它的那个 RPM 啊都会锁着？它不像我们经常加的那种其他的车 CVT 哦，它会有那种 free play 啊上下，我就觉得比较扎实的那个压箱，你知道吗？当然这个 CVT 反应真的非常的快，跟我家的 Altis 一样的啊。So 其一，为什么你当时会选择这辆车？你当时买这辆车之前，你有没有做其他车 test drive 啊这样子？其实我有，我最喜欢的就是 Mazda 7了。可是他的车是已经是 overbook，of course 是 more towards like driver's car 啦 ，so I'm finding for 就是找这 family car 咯。但是为什么那时候你没有想要去买那个 hybrid 啊什么？可以讲我驾过 hybrid， 可是我不是讲 hybrid 不好，就是没有给我那个，好像没有给到我那个 power 那个 horsepower 这样够力咯。其实这个省油的话还是 hybrid 省油的，那这辆车会吃油吗？不会。你打满一桶油大概要 raw 95 right 95， 你大概要多少钱你就full tank？大概75到80左右咯，432 km。一路上来我驾到它的 CVT 是蛮轻松的，行驶当中你不会觉得好像拉牛上树。虽然是我现在是轻轻踩罢了啦，没有好像中脚啊那些，但是你在这种 city driving 的时候，我就觉得蛮 OK 嘞，轻松哎。这辆车隔音不错哦。我轻轻踩一点油哦，它就把那个转速带高一点，真的是轻轻踩罢了嘞。我觉得没有 driving mode 的话，反而它会好像更加谨慎、更加 alert， 就是我要做什么东西。因为如果还有 driving mode 的话 ，maybe 你现在是放在 eco mode 啊，它就很懒散这样子。哇，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没有 driving mode。
啊，当然后面就比较有倾斜角，比较倾斜了一点哈。前面的话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body roll 肯定是有啦。Lane keep assist 啊，我的手现在是放开哈，左边右边是没有车的哈。你看他在摆着，哦，所以他是 cancel 了，刚刚不是叫你们依靠这个安全系统什么啦，有好过没有啦，这个东西。这个胎噪有点大哈 ，maybe 因为它是18寸，它比我印象中的 Artis 的那个胎噪啊的噪音来的大。OK， 那我们进入 Manual Mode， 给你看一下它的这个 Manual Mode 它的这个手动挡的反应哈。58油门。你看它的反应，加，有没有一点像 DCT 的感觉？有没有？这 CVT 给我加到有点乐趣啊，因为通常你知道 CVT 是很无聊的一个变速箱来的嘛。但是我觉得这个 Toyota 的做的不错啦，它的反应。你觉得有什么不是很满意的地方在哪里吗？我以前驾惯了 Mazda， 所以我是已经习惯有一个 controller 在这里，而且那个更安全，因为我们这样子按，有时候会跑来跑去，我们的手没有这样安全。哦，以前你驾 Mazda 有那个 MZD， so far 是满意，我通常是比较喜欢它进这些比较满意，可是好像它没有 Sport Mode， 就有一点不满意在这里了。你发现你的 steering 哦，它是不直的嘛？我现在是走的直路，你看到吗？有，其实你要去做 alignment， 跟那个师傅讲一下，他就可以 adjust 回去了。这样子的这个噪音控制啊，如果你要比起 X50啊，旧款的 HRV 啊，它真的好很多。但是如果你讲行驶到一定的速度，在110到120的左右的时间呢，其实我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听到风声是来自于这边，它不是 AB 热哦。它是在这一边哦，我不知道哪里 rubber 做的不好，可能这辆车高吧。我的印象中的 RD 是没有这样的啦。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你只需要按一下这个定速的按键，你就会看到前面写的 Radar Ready， 然后到时候你就可以按 Set。现在我是 set 着88 km/h， 我现在脚是离开了刹车还有油门哦。你可以设置它的跟车距离多少，所以现在的跟车距离呢是最远的。你看，所以你看到现在它是慢下来了，因为前面车已经开始慢下来。哦，开始刹车了哦，怎么你刹车刹到这样呢？呵呵。所以我现在虽然是 set 这88的公里每小时啦，它就是因为前面的车慢下来，还跟着会慢下来，至少30 km/h 以上它才会操作哦。反而看了这个 ACC 跟车是不是？它的那个方向盘哦，它的介入还比我日常就是平常驾的时候来的更严重啊！它一直帮我摆左摆右，它叫我拿着 steering 啊，我是有拿着啦，轻轻握着。但是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意思啦。如果你是叫我握着 steering， 你又要帮我强制啊拉回来这样子，我觉得why？ 你为什么不要给我放松一点点？你看他帮我摆哦，一点点过去都不可以哦。如果你不开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OK 的，你知道吗？看啊！你看它就是所以camera 还是 camera，sensor 还是 sensor， 所以它会比我们人类慢一步，会可能后面的人会坐得不舒服，就是它会好像很关键的时候才来紧急刹车这样子。走左边，旁边没有车，还看到没有车就踩大油哦，你不能还要慢慢踩的咩 bro？ 然后他又一下子大油，一下子 brake 这样子 ，Oh no！ 那我觉得如果你真的要舒适的话哈，还是把这个跟车距离放到最远，它绝不会哇一下子踩大油 bro， 你看它又踩 brake 了，你看真的，你如果在家人啊，你这样子的话很不舒服啦。OK 啦，我还是 cancel 掉它比较好啦。我觉得我自己驾会比它舒服，虽然我已经把这个椅子放得很低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辆车看得很高一下，我可以看得很远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以你经常驾长途来讲的话，这辆车会比较好一点。你的视野很宽阔，镜子很大片，然后旁边还有一个小窗口。哇，现在车主的平均油耗啊，10.3 liter per 100 km，
现在变成了10.2 liter per 100 km。Toyota 就是 Toyota，面对这些比较不平的马路的时候哦，就是优势哦。现在我们就来做一个0到100的测试，看一下它到底会比 Altis 快还是比 Altis 慢。踩完，它反应是的确很快的。还会自动升档吗？会，不到6000转。100。跟我刚刚说的一样哈，这 CVT 真的是 best 啊！你没有什么踩大油的时候哦，你会觉得它的车很安静，但是你踩大油的时候，那个 CVT 还是 CVT， 它会有那个噪音出来。但是其实Toyota的 CVT 已经做得很好，是在于它很少有那个 whining sound。一开始从我驾这个Toyota Vios GR Sport 的时候开始，哇 surprise！ 不像我之前驾过其他的品牌的啦，那个 whining 声很大声，所以你会听到 CVT 在叫之外，你还会听到一个的一个 whining sound。现在行驶着2000转是吧？大概115 km/h。那这个音响呢，给我想起了跟Altis是一模一样的啦，我完全没有听到太大的分别。虽然它中间是没有subwoofer哈，但是它听起来的这个中低音的时候呢是不错的，在它的这个大 speaker 前面啊，Toyota哈一路来用的 speaker 真的是很不错哦，真的。刚刚我有稍微过一个大弯啊 ，SUV 还是 SUV 哈 ，torsion beam 还是 torsion beam， 所以你看后面东西滚一下这样。其实我也没有很快啊过那个弯。OK， 那我现在130这样过这个弯，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啦，但是就是后面的东西会滚哦。如果你今天问我，艾德伦啊，今天我是想要买一个130多钱到140钱的车，而想要买Toyota Corolla Altis或者是 Cross， 纠结在哪一点？这个是要问你自己哦。你是比较喜欢驾驶体验呢，还是你需要载东西？如果你有家庭的，你不爱跑快车的，你是比较喜欢驾直路比较多的，那就是买 Cross 比较好。喜欢玩这种 car rock 的，偶尔上一下云顶的，真的是Altis。我试了Altis跟 FE Civic 之后啊，还是Altis的操控好过 Civic， 干脆很多。当然我不是讲 Civic 差啦，Civic 也是不错的 ，Double H1 真的有魅力啊。Manual Mode， 现在是第6号 M6 M5 M4 更有力，因为还要在4000转的时候才能爆发的172牛顿米。这悬挂哈，比起了以前旧的Toyota硬朗了一点。以前的Toyota真的很软，像驾船这样。然后虽然是很舒服啦，但是就少了操控很多。现在带有一点点硬，有一点点的像欧系车这样子。如果你们有驾过新的Toyota Camry 的话，你们都了解到，新的Toyota Camry 有 TNGA 了之后哦，很明显跟旧的Toyota Camry 很大分别。你可以讲它没有这么舒适了，但是它的操控真的提升了。Alright， 我们到了山脚了。关注我的朋友们呢都知道我们下一步要干什么了。我们就要冲上云霄了。那感谢GE，我们下一个 video 再见。哇，这个红色很漂亮啊，有点给我想起了 Mazda 的红啊，不错，很漂亮。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啦。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拜拜。